我在这世上连马都不如，为了那些宝马，让我做什么都值得。就算你这么爱马，可一定要拥有它们吗？一定要为它们犯下滔天大罪吗？你不会明白的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拥有它们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那白龙呢？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。你把白龙当作沈家的嫁妆，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？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？不，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，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。你为什么不肯离开商州？武京应该已经告诉你原因何在。如果我现在逃走，如同承认了罪状，势必会影响到你和展昭之间的交往。如果你留下来被包大人治罪，你以为我和展昭之间还会有结果吗？不，我的事和你不能混为一谈，他也不应该介入。是吗？难道你昨天的话是毫无目的的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问我会不会为你去求展昭？我说过，我只是想知道我这哥哥在你心中的分量。难道你不是为了担心被包大人治罪而事先做的准备？你真的这么想？我不能不这样想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也许我犯了法，也许我的想法观念不被认同，但是我绝不会卑鄙到利用自己的妹妹。哥，我不希望你去求展昭，也不准你去。如果包大人真的查到证据，真的要将我依法治罪，那是我为了那些宝马该付出的代价。我不会怨任何人，我更不会让你承受任何负担。快！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没有。大家要特别留神，只要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情况，要立刻报告。是。展护卫明天就会把那个账册带回来，沈让必定无法脱罪，大人不必担忧了。本府只是对此案有所感慨罢了。看，每一件刑案都有形形色色的人，曲曲折折的事，情感纠葛总是在所难免。大人一生办案，应该早已司空见惯了。
然而本府却永远对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释怀。大人，沈让固然因贪婪而咎由自取，却断送了一名正直清壮的武将。所谓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这岂不是朝廷的损失？可是如果任他如此，朝廷的损失岂不是更大吗？正是，这也是本府非将此案侦破不可的原因。至于武进，实在也令人惋惜呀。孙强复立，因他而死；杨彪、杨豹也是他的刀下亡魂。他前后所犯的都是死罪，大人又何必为他惋惜呢？本府是可惜他一片愚忠。若是能将之用到上阵杀敌，报效朝廷，军中岂不是又多了一员虎将？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当年他沦为马贼的时候，就已经踏错了第一步。然而，最让本府心生不忍的，就是沈蝶了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如今，只怕谁也爱莫能助了。夜深了，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。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？武进尚未归案，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，总是令人担心的。倒是本府令大家受累了。王朝马汉，在。回房去吧。是。
离山。是。大人受惊了。无妨，倒是让你们辛苦了。大人言重了，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刺客虽然黑金蒙面，可是除了武进之外，不会有别人。肯定是武进。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。幸亏来的只是武进，倘若沈让也来了，沈让不会来。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？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，绝不会办他。再者，他虽然贪赃枉法，罪在不赦，却绝不会恩将仇报，行刺本府。大人，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，却不会一错再错。以他对马匹的痴迷，对世俗的不耻，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。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无误，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。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。有此可能。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，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。可是本府确定，沈让绝不知情。朋友，出来吧。将军，是我。你还敢来见我？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？将军不肯听劝，武进才出此下策。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，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。你竟然全都告诉他，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？将军，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苦思了很久，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，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。哪有啊？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？马贩子知道。 3年来，你至少换了10几个马贩，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？根据马贩的行规，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、数量、金额，甚至汇金，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。马贩分散各地，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？马帮。马帮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？那是一个江湖组织。 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，为了收取规费，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。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，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？对官府不会，除非是江湖人士，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。我仔细想过了，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，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。 要从马帮下手追查，难道展昭去了马帮？他昨天就出城了啊，那就更加不会错了。从商州到马帮，来回只需要2天。难怪李全说，包大人这2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。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。 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。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正，将军你就无法否认了。将军，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。不，
我说过，我绝不离开。那我就去拦截展昭，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我要是出手的话，如同已经认罪，来不及了。你尽快离开商州，犯不着留在这儿，再做出无谓的牺牲。将军，将军，驾！小姐该吃药了。小姐，虽然你的病治好了，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，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究竟是怎么了呀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你都快把我吓死了。小姐，是不是为了展公子？你放心嘛，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，一定会来看小姐的。等他来看我的时候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将军，什么事？你哭什么？为什么不陪着小姐？小姐她不肯吃药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问她，她什么也不肯说，整个人像傻了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到她这个样子过。不会有事的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不，将军，我开始以为小姐是想念展公子，可是我一提到展公子，小姐反而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是……李珠，绿珠，你跟了小姐多长时间了5年了。绿珠13岁的时候就开始服侍小姐了。那小姐待你如何？小姐从来没有把我当下人看待，还经常给我银两，孝敬我乡下的爹娘。小姐对绿珠的恩情，绿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既然如此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将军请吩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一直陪在小姐身边，照顾她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可以离她而去。将军是说会发生什么事？绿珠，只要答应我，你能做到。其实根本轮不到我，将军也一直都在照顾小姐。将来还有展公子会永远陪伴小姐。绿珠，我在等你回话。是，将军。绿珠答应会永远照顾小姐，永远陪伴着小姐。快去吧，现在就去陪小姐。是。
大人，展护卫随时会回来，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，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？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，没有那几匹宝马，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。若是他带着那些宝马逃走了，马不同于人，尤其是那些难得一见的宝马名驹，很难掩人耳目，悄悄遁走。不过，能防范未然，总是好些。张龙、赵虎，在。点调20名士兵，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，要注意隐藏行迹，不可被人发现。沈让若是逃走，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。是。还有，以沈让的武功，是必拦他不住。交代下去，要他们不可拼斗，只可暗中跟踪，并且立刻来报。是。王朝、马汉，在。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，乔装改扮，替代衙役，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，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，并且随之回报。是。大人打算何时逮捕沈让？沈让的罪行虽已昭然若揭，但依法论法，若无具体凭证，也不能将他进行拘捕。待展护卫取回账册，比对无误之后，立刻执行。绿珠，你先出去吧。小姐，我跟将军有话要说，我不希望你在这儿。是。你真的不肯走？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，你赶快离开商州吧。等展昭回到商州，包大人就有证据了。展昭这次办公事，情非得已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要怪展昭，要怪就怪我吧。此刻一别，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。你自己保重。哥，哥，小蝶，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
启禀大人，派在指挥府的军士来报，沈让已经离开府邸，前往马场方向。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，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大人，莫非沈让想逃？不，他所珍爱的宝马只有白龙在马场，他不会舍弃其他几匹。以本府推断，他绝不会逃。那么，他去马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往常沈让也常去马场，不足为怪。此时切莫太过急躁而乱了章法。倘若他有更进一步的举动，再做应对也还不迟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启禀大人，沈蝶求见。你可曾告诉他，展护卫不在驿馆？属下说了，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。难道沈让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？让他进来吧，本府见他就是。是。且慢，大人，沈蝶此事前来驿馆，同时指明要见大人，应该只有一个目的。本府知道，他是为替沈让求情而来。既然如此，大人还是不见他的好。这种无奈的情景，本府永远也无法逃避，而必须面对。明知就算见了，也于事无补。然而，大人，还是让学生来处理吧。也好，就有劳公孙先生了。是。长龙，请沈姑娘到我房中说话。是。包大人不肯见我，不是大人不肯见，而是沈姑娘见了大人，恐怕也于事无补啊。包大人知道我为什么而来？包大人何等睿智，岂会不知？难道大人就不能？沈姑娘，恐怕绝无可能。那会是在什么时候？等包大人拿到证据的时候。公孙先生说的证据是不是展昭出城去拿的？啊，这沈姑娘，与案件有关之事，在下实在不便透露，还请沈姑娘恕罪。白龙啊，我原想让你有个好主人，现在却未必能够如愿，这也要看你的造化了。来人，将军有何吩咐？把武进藏起来的那几匹宝马带回来，然后都送回马军军部。是。
人，他一定是想逃，咱们快去抓他。休要慌乱，且听本府调派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二人带领人马前往马场之外，封住出口，等本府前去，立刻出发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王朝马汉，在。备齐车马，随本府前往马场。是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，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，让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。学生遵命。专程在这儿等你。等我干什么？交出账册。你知道了？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，那你就杀了我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又何必那么做呢？我不准你伤害他，除非我死。不是我要伤害他，是他自己。我不管那么多。不交出账册，就拔剑吧。我并不想杀你，由不得你。动手啊！我说过不想杀你，好自为之吧。还没动静。下。下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去找我，我只好来找你。你是为了公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？有关。他真的犯了法？证据是这么说的。小姐，包大人，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？如果罪证属实，他难逃刑责。他会怎么判？贪赃枉法，罪不至死。可是教唆杀人，死罪难逃。小姐，陈公子，你就不能帮帮忙吗？他是我哥哥，我知道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知道。如果我们成了亲，他也是你的亲人。难道你真不能帮忙吗？这要由包大人决定。你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？包大人公私分明，从不徇私。那你能不能不把证据交给他？我不能。我求你，我替哥哥求你，我求你，如果能够免他一死，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。我求你，求我也他犯了法，谁也救不了他。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，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？谁去替他们求情？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？来不及。可是他是我哥哥。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？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。包大人也不愿意，可是我们无可奈何。
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？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，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？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？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，可是我们别无选择。不要再求，也不要再去求包大人，没有用的。我知道你会因此失去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也知道，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。小弟，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，理直气壮的活着，不要再为你哥哥去求任何人。回家吧。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，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，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，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，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强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